當一個國家的出口需要地方財政先掏錢買數據來撐場面，那就說明真正塌掉的不是外貿，是整個經濟信心。2025年12月底，中國官方高調宣布，今年前11個月，中國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，達到1.08萬億美元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官媒齊聲歡呼，定調為中國外貿韌性空前，世界離不開中國製造。但就在這種光明論鋪天蓋地的時候，中國自己人卻突然從內部捅了一刀。12月29日，隸屬於上海廣播電視台的第一財經罕見發表調查報道，買來的出口數據耗費地方財政，對經濟無實質帶動。標題已經不留情面，你看到的出口增長是買的，你看到的繁榮是財政燒出來的，你看到的順差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幻覺。什麼叫買單出口？所謂買單出口，並不是貨物不存在，貨是真的，報關是真的，離岸是真的，假的是出口企業，是統計歸屬，是政績來源。操作流程簡單到可怕。地方政府設立高額出口獎勵補貼政策，按出口額返點，中介撮合外貿企業把真實出口掛靠到外地，本地註冊大量空殼外貿公司，只要有資質就行。從報關公司買出口數據，並不在本地生產，地方商務部門按海關數據發放補貼，錢到手，公司註銷，數據留下，政績完成。一句話總結：地方財政掏錢買一串出口數字，交給上級換一份漂亮報表。經濟有沒有起色？產業有沒有升級？就業有沒有增加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年出口增速完成了。第一財經披露的細節已經不是灰色，而是系統性操作。某省今年1月，多名外貿從業者在多地註冊空殼公司，通過購買外省出口數據，騙取出口獎勵資金，金額超過1億元。西南某省，一名個人短期註冊100多家空殼公司，委託報關虛構進出口業績，騙取外貿獎補資金2億多元。這些公司共同特點只有一個：不生產，不雇人，不做業務，只負責製造出口數字。有被告在庭審中直接供述，成立這些公司的目的就是通過買單出口拿到數據，然後去商務局領補貼，錢到賬，公司就註銷。家屬更是直白，這是在配合政府完成政績。注意這句話，不是偷，不是搶，是配合。如果只是企業騙補貼，那還是經濟犯罪。但第一財經點破了最關鍵的一層，地方商務廳、商務局對買單出口心知肚明，甚至直接參與設計。有律師明確指出，商務局負責人非常清楚買單的市場行情，甚至會根據行情調整出口獎勵標準。有被告供述，案發前公司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一直很愉快，出問題時還有人幫忙協調。江西某地級市案例中，商務局局長以乾股分紅方式收受賄賂數百萬元，這已經不是監管失職，這是權力、財政、數據、政績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。一個問題必須問，這種造假存在多年，為什麼偏偏在2025年年底由官媒自己捅出來？答案只有一個：錢燒光了，債壓頂了，演不下去了。買單出口的本質是用財政資金提前透支未來，出口獎勵要真金白銀，空殼公司一波波來，數據越做越大，財政越陷越深。對地方來說，這是飲鴆止渴。短期數據好看，考核過關；中期財政失血，債務攀升；長期真實產業被擠出，經濟空心化。而恰恰是那些債務越重、財政越緊張的地區，
越依賴這種買增長的手段。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11個月貿易順差 1.08 萬億美元。黨媒的解讀是中國外貿的強大韌性，但現實更殘酷。一，這是高度依賴補貼和價格壓低的順差；二是靠地方財政輸血堆出來的數字；三是為海外市場提供高風險信貸換訂單。大量出口並非賣出去，而是帶出去。對非洲、拉美、中亞國家，中國企業的操作是：你買不起，沒關係，貸款給你。問題是，這些錢很可能永遠收不回來。於是就出現了荒誕的一幕：名義上賺了1萬億美元，實際上背了一堆壞賬和財政窟窿。出口行為是真的，但出口主體是假的。這直接坐實了川普發動貿易戰的核心指控：中國通過政府補貼系統性扭曲貿易。現在不需要美國調查了，中國官媒自己把補貼造假順差的證據鏈擺上了台面。結果會是什麼？中美談判更難，反補貼調查更多，反規避加徵關稅升級，歐盟、日韓發展中國家全面跟進。這一刀不只是砍向地方，更是砍向整個外貿體系。而更大的問題是，如果出口都需要買數據，那中國經濟到底還有多少是真實的？如果一個政權需要靠買數據來證明自己沒問題，那說明問題已經大到不敢面對。官媒這次自曝買單出口，並不是良心發現，而是體系正在失控前的被動止血。因為在2025年的現實裡，北京已經越來越清楚一件事：真實經濟已經撐不起他想要的敘事了。過去3年，北京反覆強調一個詞，暢想經濟光明論，不是分析，不是判斷，而是暢想。為什麼？因為現實數據太難看了。房地產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2%以上，連續3年負增長。多個2線城市新房成交量回落到2016年水平。地方財政，財政部公開數據披露，2025年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已逼近80萬億元，隱性債務仍未完全出清，超過1/3地級市財政收支缺口依賴轉移支付。製造業利潤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前10個月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7%以上，中小企業生存率持續下滑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如果連出口這個最後的遮羞布都掉了，整個敘事體系會瞬間塌方。所以出口必須好看，哪怕是買的。為什麼虛假政績在中國根本治不了？北京不是不知道數據造假問題，恰恰相反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問題在於，這個體制本身就是靠數據上行、壓力下傳運轉的。邏輯非常簡單，上級要增長，地方要考核，考核壓財政，財政逼數據，數據反過來決定關貿。在這種結構下，誰最誠實，誰死得最快。所以你會看到 GDP 擠水分，但永遠不擠乾；就業靈活化，但失業率永遠穩定；出口韌性強，但企業大量倒閉。買單出口只是其中最赤裸的一種形式。出口造假正在制造3重反噬。第一重反噬，財政被掏空。地方政府用補貼買數據，本質是用納稅人的錢買一份政績幻覺。短期看報表好看，長期看財政窟窿越來越大。這也是為什麼越是債務高企的地區，越依賴出口補貼造假。第二重反噬，真實企業被擠死。當補貼、獎勵、資源都被空殼公司和買單中介吸走，真正做實業的企業
反而活不下去。結果就是做假的活得好，做真的被淘汰，產業結構全面劣化。這不是市場問題，是制度選擇的問題。第三重反是國際信用加速破產。當官媒親自承認，政府補貼推動出口，出口數據存在系統性灌水，地方以政績為導向扭曲貿易，等於是在國際上公開宣告，中國的順差不是競爭力，是補貼力。這會直接導致反補貼調查常態化，貿易摩擦長期化，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合規成本暴增，順差還沒花完，通道已經被堵死。最危險的不是數據造假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。一個體系真正走向危險，不是沒人說真話，而是說真話已經沒有意義了。地方官員知道數據是假的，企業知道補貼是虛的，中央知道下面在演戲，國際社會也心知肚明。但這套戲還得繼續演下去，因為一旦停下，面對的就是財政真實崩塌，就業真實失速，社會預期真實下墜。於是，造假從手段變成了穩定器。今天的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，不敢不造假，又不敢繼續造，只能邊曝光邊維穩邊找替罪羊。官媒這次自接買單出口，不是改革信號，而是系統壓力已經壓不住的洩洪口。當出口都需要買，當增長只能靠編，當光明只能靠唱，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經濟，而是這個體系還能不能承受真相。